台湾现在可以说是在民主化之后前所未有的分裂，立法院各种争议、各种冲突，还有现在如火如荼的罢免活动，两岸关系也是前所未有的紧绷，各种军演嘛，各种放话、各种呛家、各种共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不热心的、认真的去参与、去谈论政治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既然要谈政治，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台湾的政府精英们是怎么有效的针对各种政治议题做沟通的。好，没事，他们应该有他们的苦衷啊。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们一般人要怎么用一个平稳的心态了解政治、谈论、讨论它，然后去监督我们的政府好好做事。不要把政治人物偶像化，政治人物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给的，你知道吗？我们人民给他那个权利去制定规范，花我们的纳税钱去做他们的工作，他是我们的仆人。现在很多政治人物都说，我们是公仆，然后继续收钱，没有，他真的是我们的公仆。不是一个比喻，是真的。你不会请一个人来打扫家里，然后他第一天偷你的糖包，发现你没感觉，然后去偷你一点现金，没感觉；偷拿你的车钥匙，你也没感觉。然后因为他很有魅力，你就是继续他好棒，他好有魅力。虽然他没有扫得很干净，然后我东西莫名的不见，但我还是好喜欢他，我要继续用他。在夏天就把你的车开走。不可能这样嘛，他是你请来为你工作的，那你就是要看他服务的内容，而不是去把他当成偶像，把你自己的某些憧憬投射在他身上，觉得他好伟大、好赞。不，有另外一群专业人士是给你这样做的，他们的存在就是给你投射的，那就是那些歌手、那些电影明星、各种网美、网红都是这样，他们就是用来投射，但他们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所以他就是专门投射。OK， 放心投射，不要把你的投射到政治人物上，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你会变得不客观，你会有滤镜，你会开始没办法理性的看待一些事情，尽管事实摆在眼前，你都还是为他狡辩，很不好。当你成功把政治人物去偶像化之后，你就可以开始专心的看待那些议题的一些细节、法规的细节。那这时候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有一个非常多面向的资讯来源。所有人、所有媒体都有立场，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导向。我有立场。这里补充一下我最开始是支持国民党的，第一次开始看选举是支持马英九，到后来我人生第一次投票是2020年的总统大选，投给蔡英文。反正那时候就是因为韩国瑜太闹嘛。然后呢，我在2024年投给柯文哲，然后那时候非常狂热，我就参加了很多活动，他的那个气球南北走，他们选前练造势都有参加，然后还拍2个影片。那非常认真的参与政治，但其实就是后来就意识到，除了让自己很心累，比较容易跟别人起冲突以外，就是没有太多的好处，所以后来才会开始试着去改变自己的心态，然后也才有这个影片。没错，台湾很明显嘛，三立民视偏民进党，中天啊、中视啊，他们就是比较偏蓝色嘛。YouTube 上、网上一些政治评论的人，很多是偏白色的。他们三方大家都会往自己有利益的方向去讲，有民进党往这边拉，国民党往这边拉，白色往这边拉。他们都这样拉的时候，你必须要从这三方都获取资讯，拉力才会抵消。那你得到的就会是中间的那个最中立、最客观。要确保你不要从单一的消息来源去获取资讯，同时因为你有各种不同面向，你的资讯会是很立体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去形塑你的价值观、独立思考能力。那个能力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是非常重要的。现在 AI 技术已经可以把一些基层的工作开始慢慢都取代掉。当技术门槛变低的情况下，想法就更重要。刚好你在这个客观谈论政治过程中，你还可以同时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多赞是吧？多赞！当你成功做到了刚刚讲的那2点，你把政治人物去偶像化，然后你有多方的资讯来源，你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这个时候你应该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你认真去看的话，你会就觉得很多的政策很不合理，很莫名其妙，然后很多的公共建设很不合理，很莫名其妙，然后很多人跟一些他们不该走太近的人走得非常近，各种交缠纠葛，很不合理，很莫名其妙，你会很心累。就是你想说，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我已经去偶像化，然后我还花很多时间收集各方的资讯，怎么还这么累？那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升华了，就是我们的心灵了。
这个世界上对于个人唯一重要的行事准则就是这个事情能不能让你开心，能不能让你获得各种形式上的利益。大家都在尽全力的做对自己最好的决定。某些政治人物他们可能收钱嘛，他们衡量那个风险，那个被抓到的风险跟能够收到的钱，他们的利益那些衡量之后，他们觉得收。退到个人层面来看的话，他就是为了自己他认为好的发展做这个决定。我自己想到这边，我就会稍微释怀一点，就是好像不认同，但是不是不能理解。就我自己如果到了那个位置，也还真不好说能不能抵抗那个诱惑，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没有人给我那么多钱，没有人给我钱，可不可以给我？这样的转换就让我没那么生气。就是我以前会觉得很愤慨，你怎么可以做这种决定？你怎么可以把那50亿，然后去各种酬庸、各种养自己的人，为什么做这种事情？还是不能认同，还是生气，但是稍微可以理解一点点。就他也不是说真的罪大恶极嘛，可能是对我来说罪大恶极，但是他对自己来说，他真的就是为自己做了一个他认为好的决定。这样想会稍微释怀一点，就会比较可以平静的去看待这个事情。你也许会想说，如果这样想的话，那所有人不都是想干嘛就干嘛，想打屁股打屁股？就其实如果你把这个观念再更往下一点去想，更深一点去想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法律跟社会制度的出现，就是因为大家想通了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规范，大家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这种弱肉强食的情况下，只会有非常少数的人，那个顶端的人能够去获得利益，而且你顶端呢，你还要维持那个你的实力、你的能力、你的人脉各种巅峰状态，你只要一有滑落，下面一堆人等着要把你铲掉，那个是很累的。同时，那也会让下层的人就是很没有动力去努力，所以他对整个人类社会是不好的，所以人类才会有规范的产生。那当然，有些人不守法嘛，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可以凌驾法律，或他们这势力真的允许他们凌驾法律，但那种是例外。大多数人其实守法才会是对你自己发展最好的选择，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守法哈。好，结论就是你如果做到这些事情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去跟别人谈论政治，然后开始可以去持续的关注监督这个政治。就像我说的，规范是确保大多数人有平等的机会跟可能性去发展嘛，所以规范的各种细节都是需要大家去谨慎的去监督他们，所以一定要关心政治。如果你都做到这些事情，但是你跟比如你的朋友聊政治的时候，有些人还是会可能就是非常的情绪，非常的波涛汹涌，非常的激动，就是要抓住你说没有某某是最棒的。那这种时候，我自己就是会选择朋友减一。你当然可以用你的方式去看政治，如果你开心的话，但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长久、对自己有帮助的一个视角，所以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筛选朋友的一个小门槛。好，今天分享就是到这边。那如果你对其他话题想要听我讲，然后甚至你有什么想要反驳我的，或者想要讨论的，想要有建议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希望他帮我按赞，然后分享给身边因为政治而感到心累的朋友们。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要这么极化嘛，事实永远会是在各个极端的中间，而不会是在极端。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喜欢我讲话的方式，想要跟我讨论的事情的话，欢迎订阅。我现在要努力达到1000订阅的目标，这样我就可以赚取微薄的广告收益了啊！感谢大家，就到这边，拜拜。